山魈疯癫的笑，声音尖利刺耳。我静静地看着他，泼了盆冷水，深州那种狗东西，也就你们这群没脑子的信他。笑声戛然而止，山魈目露凶光，你说什么？一个被逐出师门、坠入魔道的狗东西，怎会对你们感同身受？什么带领妖魔两界走向光明，用脑子想想也该知道，为的不过是一己私欲，利用你们成就他的野心罢了。实话说起来，总是那么戳心窝子。山魈不爱听，阴狠道：那也好过被人践踏，人又是什么好东西吗？前有公孙启坑杀屠城40万人，百姓一子而食，西海已窜，后赵皇帝包儿子、考妃子，种种行径，妄称天选之子，如此世道，不管申州出于私心还是大义，何该颠覆？大义？我扬了下眉，本想反驳他几句申州这个孽障，可转念一想，立场不同，说的再多也是不对付。于是悠悠一笑，你如今口才倒是很好，出口成章，条条是道。山魈一愣，神情变幻莫测。我继而道：人是天选之子，那么自然有天的道理。我不想跟你说这些没用的。阴沟里的老鼠也觉得自己无辜，难道就因为他们藏身阴沟被猫追逐，就该把世间交给他们统治吗？你们总说天道不平，回头看看千百年来妖魔邪祟做的恶，桩桩件件可曾冤枉了你们？把世间交给你们统治？别开玩笑了，届时只怕鬼成风都也没存在的必要了，大地极为无间，你说是不是这个理？山魈被我的话噎得半晌回不过神，最后愤愤道：你这半路来的妖，自然是向着人类说话，道不同不相为谋。你是慕容昭的徒弟，注定我们是天生的宿敌。我也不恼，望着他笑，看在你也是命运多舛的妖，我暂且同意跟你做交易了，所以先告诉我，你到底吃了多少人？狡猾的山魈不肯承认，没有，我没吃人。别装了，一只妖畜突然有这种口才，同我讲了那么多，我不信你没吃过人。我是吃过一个年轻的商贾，但并非是我刻意为之，是他苦苦哀求，我才勉为其难地将他吃了。山魈眼睛眯起，跟我讲起了另一段往事。大约是明朝时期，妖力大增的他藏身于山野深林。他说他没有害过人，因为那时对人有天生的恐惧。说来也是，原本就是山中一普通精怪，当初莫名其妙被人捉了去，放逐牧野之战，后来又被人捉了去，投入湿水河。正因畏惧人类，他比任何人都想开启九鼎，与人泾渭分明。长久以来的习性使他即便法力大增，骨子里仍有见人就躲的毛病。直到有一日，他在山林里见到了一个快死的年轻人。那男人是个商贾，外出做玉石生意，返家途中遭同伙背叛，勾结山贼抢了他的货和钱财。不仅如此，山贼挥手一刀，他腹部被划开，鲜血横流，白花花的肠子淌了出来。深夜山林悠悠鬼魅，夜风拂过，落叶纷纷，天际一抹弯月，几只萤火虫落在他身上，随着残喘的躯体微微光亮。山魈躲在暗处，试探着上前。他闻到了腥甜气息从男人身上散发出来。那个男人微微侧目，涣散的眼眸对上他，瞳孔骤然放大。山魈听到了他内心的呼唤和祈求，他在祈求神明救他，让他回家看一眼他的妻子。外出3年，心心念念的归家，他无比思念他青梅竹马的爱人。他以为山魈是神明的使者。男人执念很重，眼中充满了渴求。山魈滴溜溜的眼珠子打量着他，露出锋利的牙。林子里没有神明，只有一只妖。妖也可以满足他的愿望，带他回家。但妖说必须吃了他，才能化作他的模样示人，将魂魄带回去。男人苦苦哀求，求山魈吃了他，让他回去见妻子最后一面。狡猾的山魈想要的却不止这些，他还想要男人自愿将魂魄也给他。山魈惧怕人类，也想了解人类。他想要人的魂魄，将人的思想占为己有，存在脑子里。他已经不甘于隐藏在山林之中了，不知何时生出了一个念头，想去热热闹闹的人间走一遭。为此他们在月下做了个契约，山魈带他回家，若他的妻子知道他已经是个鬼，还愿意接纳他，那么他该心愿已了，自愿将灵魂给山魈。若他的妻子薄情寡义，不肯接纳一个鬼魂，那么山魈同情他，他的灵魂也可以离开。商贾一心要回家，想都没想便答应了。月光洒在林子里，鬼火悠悠，一只魈蹲在将死之人身边，在他渴求的眼神下舔了舔牙，将他给啃食了。好在他已经濒死，感知不到疼痛。山魈化作他的模样，不远千里，带他回了故土。天涯地角有穷时，只有相思无尽处。商贾年轻的妻子侍奉公婆，恪守本分，一直在等他回来。哪怕午夜时分，回来的是个鬼魂。青梅竹马的爱人流尽了泪，面对鬼魂苦苦挽留，不愿商贾离开。鬼魂没有泪，商贾眼中泛着银光点点。心愿已了，他应该欣慰，也应该遵守承诺，将魂魄自愿交给山魈。可是离开妻子之后，他便后悔了。为了一个执念，他的鬼魂也将成为山魈的美食，再也无法踏入轮回。最后时刻，鬼魂怕了，悔了，苦苦哀求。可是山魈还是吃了他，并且消化了他的魂魄。从此山魈开了七窍，懂了七情六欲。我无法判别山魈做的是对是错，与妖结下契约的那刻，就注定了商贾的下场。难不成他还真的以为
自己有选择的机会。我问山魈，那个商贾叫什么名字？山魈说孙南城。我若有所思地看着他，想必是目光太过古怪，让他十分不解，皱眉道：你想说什么？我刚要开口，包间房门突然被人推开了。怪我与山魈聊得太过投入，竟没注意外面的动静。许廷怀抿唇站在门口的时候，脸色极其难看，目光冷冷地看着我们。这架势，我怀疑是来捉奸的。已经开了七窍的山魈披着安世子的好皮囊，眯着眼睛看他，突然转而温声对我道：青青，今日相谈甚欢，本世子甚喜，还盼他日能有机会再见青青。说罢，含情缱绻地看我一眼，起身轻飘飘地扫了一眼许廷怀，大摇大摆地从他面前走了出去。被这畜生摆了一道，我一脸吃了屎的表情。我那小相公许廷怀脸色更加难看，看了我一眼，像是坐实了我的罪名，转身也离开了。古代女子注重名节，温清已经出嫁，如何能再与其他男人共处一室？况且那男子还是他之前有婚约的安世子。更要命的是，安世子唤他青青，闺名可不是随便乱叫的。我有些头痛，正想着要不要施个法术让许廷怀忘掉这段记忆，已经走开的他突然又回来了。少年身如寒峭青松，后背绷得挺直，眉眼屹立，眼圈却红了。他静静地看着我，眼底波澜起伏，情绪不明，最终哽咽地唤了我一声娘子，回家。那样骄傲的少年郎，声音委屈、愤怒、难过，我心里突然不是滋味，愣愣的不知如何是好。而他已经上前牵住了我的手，紧紧攥在手心，带着我走出了茶楼。一路无言，他的手力道很大，滚烫如铁钳。直到回到许家，进了房，他坐在椅子上，拉我到怀里，按坐在他膝上。我突然发觉，自新婚后，许廷怀展露的温文尔雅都是假象，我被他这副绝世美颜的妖孽面孔给骗了。他个头很高，身材挺拔结实，力气也很大。温清在他面前，实际如小鸡仔一般，任他拿捏。他也是有脾气的，比如此刻，他一手搂着我的腰，一手紧紧攥着我的手腕，漆黑瞳仁透着戾气，气息生冷。我无奈地挣扎了下，你先放手，听我说。话未说完，他突然吻了上来，不仅强势，还很霸道，更像是在惩罚，恶狠狠的。说实话，我真的懵了，恍惚之间，脑子空白一片，竟不由得想起了我师父。游记那时，印都司公慕容招手捧竹简，之仪在榻。我躺在他怀里睡了一会儿，醒来后看到他还在看那卷书，于是恶作剧地将手探入他衣襟里，手指划过他硬朗的肌肤，被他一把握住。他无奈道：连江，老实一点。好吧。我撇了撇嘴，老实了那么一会，见他真的沉溺在书卷里，目不转睛，又开始不甘心地去招惹他。终于，他放下竹简，低头含笑看我，抓紧了我的手腕，顿时让我动弹不得。然后他惩罚性地吻我，强势霸道，令我招架不住，连连求饶。他修长漂亮的手指捏在我的后颈，逗小猫似的，玩味道：再有下次，为师绝不饶你。茫然无措，隔了千年，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撕开了口子。我贪恋着许廷怀的怀抱，不知不觉泪流满面。许廷怀察觉到了，停下动作，喘息着看我，漆黑的眸子蒙着一层雾光，漂亮的不可思议。他哑着嗓子道：青青，你哭了。回过神来，我摸了摸湿润的脸，抬眸看他，赶忙解释：相公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安世子去茶楼找我，为的是陈家小姐。闺中时我身体不好，我爹请遍了天下名医，安重松是想我们温家出面，帮忙找几个高人给陈家小姐看疯病。谎话信口而来，但许廷怀信了，他眸光温柔地看着我，摸了摸我的头：娘子不必解释，我知道你的为人，当然信你。那你为何那么生气？因为他唤你青青，还因为你曾与他有过婚约，我很嫉妒，很生气，想把他的舌头给拔下来。许廷怀提到安重松，眉头皱起，神情又变得冰冷，抿着唇，浑身都散发着寒意。我想起山魈那条又长又细的红舌，也觉得有些恶心，一本正经地对他道：下次我把他的舌头拔下来送给相公。许廷怀一愣，再没了方才的阴寒气息，忍俊不禁，捏了捏我的脖颈，很快又正色起来：没有下次，青青以后不准再见他。说罢，又认真地补充了一句：还有陈家小姐，不准帮他找大夫。我忽略了一件事，许廷怀对安重松和陈如月极其厌恶，讨厌安重松自然是因为温清的缘故，厌恶陈如月就不知道什么原因了。难道仅仅因为陈如月扬言要嫁给他？我觉得事情不会这么简单。一再的追问下，果然触了许廷怀的某根神经。他冷着脸，半天憋出一句：那等厚颜无耻的女子，疯了才好，只当世间少了个祸害。我若有所思，然后从他这里听到了一个令人发指的事：陈如月13岁那年，险些奸污了许廷怀。目瞪口呆，我简直不敢置信，13岁这么猛。许廷怀脸色极其难看，我同情地看了他一眼。陈如月这个疯批，果然没有他做不出来的事。说起来，此事还与温家有关。众所周知，温家是茶商，在赣州不仅有千亩茶庄，还几乎承包了整个南方的茶楼生意。温老爷是乡绅豪杰，平日广行善事，口碑甚好，自然人人乐意结交。
作为富甲一方的大户人家，茶庄买卖打理得很好。每年6月夏茶采摘，温家还会在庄子里举办一场明茶礼，此时就彰显出了温家的好人缘。即便是面和心不和的安郡王和陈协领一家，也会很给面子的应邀捧场。温老爷是个好面子的人，每年的明茶礼都会提前几日去请德高望重的许老先生前来主持。是以那年13岁的陈如月和15岁的许廷怀皆跟着家人前来。隆重的3茶6礼开始时，大人们都在品茶交谈，唯有陈如月悄悄地拉了拉许廷怀的衣服。陈如月直言自己方才在茶园里丢了方帕子，请许廷怀陪他一起去找一找。许廷怀自然是迟疑的，但陈如月小小年纪，演技了得，当下落泪。那帕子是我娘生前留给我的，许哥哥就陪我去找一找吧。茶园太大了，跟迷宫似的，我也不敢让丫鬟陪着去，怕待会我们俩都绕晕了头。陈家夫人于前几年去世，这是众所皆知的。但许廷怀定然不知，陈家对女儿骄纵至此。陈如月嚣张跋扈，发起疯来，连父亲房里的几位姨娘都敢拿鞭子抽。她是陈大人膝下唯一的女儿，而且那位已故的陈夫人还给她生了2个哥哥，均因她姑姑陈贵妃的提拔，在京中领了官职。据说她大哥还是京中卫戍军营的人。陈如月渲然欲泣，小小年纪梨花带雨，果真令许廷怀动了恻隐之心，然后领着她去了茶园子里，认认真真的找帕子。温家的1000亩茶园，无边无际，置身其中，个子高挑的尚能分辨东南西北，矮一点的便要绕糊涂了。帕子还没找到，许廷怀先昏了头，倒不是因为他个子矮，少年身姿挺拔，方向感不会差的。关键是他领着陈如月来找帕子时，先喝了一杯茶，那茶是经陈如月的手端给他的。许廷怀浑身发软，瘫倒在地，怎么也爬不起来。他紧咬着唇，额上冷汗淋淋，希望自己清醒一些。如他所愿，他清醒地看到陈如月一脸得逞的笑，先是脱了自己的衣服，又伸手去脱他的。陈如月身穿小衣，肌肤外露，笑嘻嘻地扑过去，勾住他的脖子。许廷怀涨红了脸，手无缚鸡之力，闭着眼睛不去看他，结结巴巴地骂他不知羞耻。陈如月将手放在他的唇上，嗔笑道：“先别骂，这叫什么不知羞耻？待会我家丫鬟领人过来的时候再说不迟。”许廷怀直接懵了，浑身冒着凉气：“你想干什么？自然是想得到你呀。”陈如月一本正经地看他，勾起嘴角：“赣州的姑娘家谁不喜欢许哥哥？我自然也是喜欢的。我父亲有意攀亲，但听说你祖父不太能瞧得上我，那我可太不高兴了，定然要先下手为强的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用手在他身上乱摸，嬉笑：“待会有人看到这番场景，你们家想赖也赖不掉了。”许廷怀自幼读圣贤书，家风极好，陈如月这番操作完全是在挑战他的心理防线。可惜他被下了药，浑身都动弹不得，气急之下，为了清白之身，连咬舌自尽都想到了。关键时刻是温清救了他。茶园绿影绰绰，温清的声音隔着老远隐约传来：“我的小猫方才就是钻进了茶园，应该就在附近，你们分开找，一定要帮我找到。”温清使唤的都是茶庄的茶农，男女老少都有。茶农在自家小姐的吩咐下，赶忙的应声，四下分散寻去。陈如月懵了，从许廷怀身上爬了起来，抓起衣服胡乱的穿，看都没看许廷怀一眼，自顾自的跑了。茶农都是贱民，他堂堂的陈家大小姐，怎可被贱民之流看了身子？那日堪称是许廷怀的噩梦。最后是温清先看到了他，少女红着脸上前，别过目光，换过一名老茶农，帮他穿好衣服，背去了庄舍里休整。老茶农是个哑巴，比比划划说他像是中了毒，寻了一包味道古古怪怪的土方药，混在茶水里给灌了下去。休息了1个时辰，闻讯而来的许老先生就过来了，应许廷怀的要求，温清知道是他中了暑，被茶农背到这里睡了一觉。不过此事给许廷怀留下的心理阴影太过强大，之后几年他对所有的女孩子都产生了抵触。到了一亲的年龄，家里开始相看合适的女子，均被他以读书为借口拒绝了去。直到19岁这年，温老爷找上了门。许廷怀对温清印象还是极好的，他还记得那少女认真的表情：“许家哥哥你别怕，邹老伯是哑巴，而且又是我们家的老仆，此事不会传出去的。”少女眸光清亮，羸弱苍白的脸上透着一丝红晕。我搜索了下温清的记忆，果不其然是有这事的。说起来，温清真的是个极好的女孩子，自幼乖巧，性格良善。那年明茶里，她无意间看到了陈如月身边的丫鬟，悄悄地在茶水里撒了点东西，又经自家小姐的手端给了许廷怀。后来陈如月拉着许廷怀去了茶园子，温清心思聪颖，察觉不对，犹豫了下，便带着茶农跟了过去。要不说陈如月如此嫉恨温清，不惜痛下杀手，捅死了他。听闻这些过往，我有些自责，悔不该答应山魈放过陈如月，我这小相公的仇怎可不报？年后2月，许廷怀一行学子启程去了京师。我在赣州百无聊赖，每日就是茶楼逛逛，听听评书戏剧，有时是跟我那婆母一起来，包间雅座，只能听到说书先生的声音，看不到人影；有时是我自己来，那就相当洒脱，坐姿都豪放起来。赣州很多八卦可以听，比如陈家小姐害了疯病，
安世子每日入府探望，不离不弃，连陈大人都被感动了，也不顾两家政治立场了，扬言要把女儿嫁给他。但安郡王家可就翻了天了，郡王夫妇家法伺候，把安世子打得半死，不准他再出门一步。深宅大门如何关得住一只箫？我在茶楼听戏曲的时候，有一次碰到安重松，竟大摇大摆地带着陈如月出来逛街。山魈的脑子果然不一样，为了个陈如月，不惜跟郡王断绝父子关系。我在茶楼冲他竖起大拇指，他礼貌的微笑，模样还有点小骄傲。陈如月畏畏缩缩的在他怀里，一双忽闪的眼睛警惕地看着周围。好一对脑子有泡的痴男怨女。5月，许廷怀殿试高中状元的消息传到甘州，我那富家一方的温家老爹比许家还要高兴，从城门口开始摆炮仗，噼里啪啦放了一天。那一天，我和山魈应该都躲在自家屋里，没有出门。天知道，妖怪最讨厌听到炮仗声。又过了2个月，许廷怀回来了，刚刚平静下来的赣州又沸腾了。温老爹第2次摆了炮仗，噼里啪啦又一天。再后来，我就跟许廷怀去了京城。原本是不想去的，我还想着留在赣州看山魈的笑话，但许廷怀不肯，执意要带我去京中赴任。于是我们便收拾了行囊，告别公婆和祖父，离开了赣州。接下来的事就颇具戏剧性了。我在京城过得相当精彩。首先，许廷怀状元之才，如戏本子里写的一样，吸引了一众京中贵女的目光。升官发财死老婆，许廷怀对我自然是好的，只是我发觉有人想让我死。那人是宰相家的小姐，还是将军家的千金？时隔太久，我已经忘记了。我懒得跟他们计较，掺了砒霜的茶水，端起来就喝。在他们兴奋的目光下，突然两眼一瞪，闪着奇光异彩，赞赏道：“好茶，再来一杯。”后来又有跟我攀关系的女眷约我泛舟湖上，中途水里突然伸出一只大手，猛地将我拽下河。外面是呼天喊地的喊救声，水底下我踩着那人的头，在他惊恐的面色下，硬把他往下按。最后是我潇洒地飘出水面，水鬼不见了踪影。反复几次异样，直到京中流传出状元夫人不是人的消息，我才赶忙收敛，并且入夜时分潜入嚼舌根的那些人家中，来了个七窍流血，倒挂金钩。我在京中还探听到了一些陈如月小时候的事。陈家曾是在京中为官的，祖上称得上显赫。旧时皇城，陈如月的祖父跟老王爷交情甚好，两家经常走动，导致陈如月从小就有一个关系不错的竹马哥哥小齐王。这位小齐王可了不得，能文能武，领兵打仗的一把好手，得他皇帝堂哥的信赖。我估摸着陈如月所说的做皇妃，兴许就是想嫁给他。但他晚了，前不久小齐王刚刚娶妻，是户部侍郎家的千金。听说原本陈贵妃是打算将侄女接到京中来指婚的，谁知道陈如月疯了，1年都没见好，如此错过。陈如月的故事我只当了个趣事来听，原是未作他想，因为我答应了山魈不去动他，但我没想到他后来会主动来找我。我在京中待了3年，后来又回了赣州，原因无他，我与许廷怀成婚后一直没有孩子。彼时许廷怀仕途顺利，在京中做了个不大不小的修撰官，人人都道许修撰风神俊朗，潇洒不羁，手持一把白玉扇，笑的时候明眸善睐，眼睑红痣分外妖娆，迷倒京中万千少女。别的我不知道，在他高中及第后，有位御史府的小姐一见许郎误终身，自此不肯再嫁旁人。眼看那位小姐都20了，再拖下去真的成了老姑娘。他爹爱女心切，不惜亲自找了许廷怀，直言做测试，自家女儿也是愿意的。但许廷怀不愿意，他委婉地拒绝了。人人皆知许修撰与夫人感情甚好，在外沉稳自持的许大人回到家中，率性如孩童，多年如一日，最喜欢缠着我，待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。他穿着一身松散的白衣，懒洋洋地趴在榻几上逗蛐蛐儿，一脸开心地笑：“娘子，你捉的这只蛐蛐果然厉害，勇猛至极，又打赢了一场。那是自然，如今秋分，天气渐凉，这几日正是拿蛐蛐儿的好时节，你只要记得挑头圆牙、大腿须长的蛐蛐儿，一定能拿到战斗力强悍的。”我手握一本书卷，抬头一本正经地指点他。我这拿蛐蛐儿的本事，说起来自在印度就成才了，今日认真指点了他，是因为明日我就要回赣州了。许家来了信，婆母病了，要儿媳回去是急。古人重孝道，这是无可避免的。许廷怀舍不得我回去，但他又着实记挂他娘，于是对我道：“青青，你放心，我之前已经朝家里寄了书信，若我娘无大碍，你侍奉几日，替我尽尽孝道即可。若他病得厉害，我自然也是放心不下的，打算接他来京中，请胡老先生瞧一瞧。”胡老先生是皇城里退了休的老御医，很有名气。许廷怀冲我笑，眉眼温柔，皎皎如明月，灿烂干净。他哪里知道，许家这次换我回去是另有目的。短时间内我是回不来了。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赣州的温家老爷早早的便给女儿来了信，倒是许夫人身体并无大碍，他们家打算给许廷怀那个妾传承子嗣。即便是温清本人嫁给了许廷怀，以他的身子骨也很难生养。温老爷明显心里有数，作为一个传统思想根深蒂固的老封建，他
他也认为女儿没有给许家诞下孩子是理亏，所以他来信也是劝我回赣州。他们知道许廷怀与我感情好，故而两家安排了以事即为借口让我回去，然后许家会派遣得力的婆子，带着他们一早相中好的看起来好生养的姑娘去京中照顾许廷怀。温老爷宽慰自家女儿，等那女子有了身孕，诞下的若是女孩，让她继续生；若是男孩，你便可以回京，将孩子养在自己名下。这也是许家赞同的主意。我们都知道，唯独许廷怀那个二傻子不知道。他还一脸愁容地看着我，闷闷不乐道：京中为官不易，吴圣上特许官员不可私自离京，否则我也可以与娘子一同回去了。我好笑地看着他，日后又不是见不到了，相公不必如此。他闻言点头，也是，横竖不过一冬，届时陌上花开，青青可缓缓归矣。与我成亲4载的少年郎，已然是自持稳重的男人，可他望着我的眼神，一如初时清澈干净。这澄净如露的眼神，总能让我心里发痒，忍不住舔一舔牙床。控制住吃人的冲动，我转移注意力，对他道：母亲说担心我回去之后，你这边缺人照料，所以从家里只派了知根知底的丫鬟和婆子过来，倒不必让他们干粗活，只负责照顾你的饮食起居即可。许廷怀不甚在意，京中不乏佣人，这么做是多此一举。我当然不会告诉他，最漂亮的那个丫鬟叫明丽，是许家精挑细选的，凭她的本事，很快就会照顾她到床上。我看着他笑，看得他满心疑惑，我脸上有东西？有，春色荡漾。娘子都要走了，我如何荡漾？在他幽怨的目光下，第二天我回了赣州。我初回赣州，发现陈如月的疯病竟然好了。打听之下才知，不知何时武阳突然火出圈了一个老庙，庙宇破败，里面只有一个老道叫米尔，治好陈如月的正是这个老道。我有了些兴趣，想去会一会这人，于是我便去了那座老庙。武阳大大小小的庙宇，没有一处像这庙一样在半山腰的位置，黄墙黑瓦，处处奇怪，但又处处安详。庙里供奉神像是一尊罗刹，凶神恶煞，头有犄角，颧骨突出，眼珠凹陷，涂流眼白，没有瞳人，乍一看如地狱恶鬼。一个老态龙钟、佝偻身子的老道正守着功德箱，昏昏欲睡。听到脚步声，茫然抬头，一张极其苍老的脸。他说他就是米尔，他的庙供奉罗刹，他却长了一副菩萨像，脸上每一道沟壑深刻的褶子都透着慈悲。我很不客气地看着他，指了指罗刹像，这是谁？米尔回答：北太帝君。我像听到了笑话一般，你不老实，丰都大帝是中天北极紫薇大帝在幽冥界的化身，怎会是罗刹像，恶鬼状？老道指了指神像手中捧的玉板，你看，板上写着北罗峰，下校是上士，陈魂北罗峰。罗峰山确实是天下鬼神之宗统治之地，鬼城峰都正在此间。我皱眉，问他为何将紫袍神像的丰都大帝铸成罗刹恶鬼。米尔道：谁说鬼君一定是紫袍神像？世人见的画像，难道一定是真？一把年纪的老道，声音沙哑，神情莫测。人有贪嗔痴慢疑，皆藏于心，造作恶业。鬼神难道就没有他们的恶业？进庙之后，我察觉到老道确实是肉体凡胎，除了身上的老人味，周身气息看不出任何异常。若非如此，我定然要跟他掰扯掰扯了。我虽未见过丰都大帝真人，但我去过丰都啊，悬在五方鬼地府的大帝画像，紫袍神木，端地是神态祥和，威赫凛然。老道非说丰都大帝是罗刹像，那我也是无话可说。跟一个没常识的凡人较真，有辱斯文。我白了他一眼，问他陈家小姐是怎么治好的。陈如月这疯病不好治，他中的是我的妖气。凡人老道茫然地看着我，啊，什么陈家小姐？我不知道啊。我略一沉思，起身去了安王府。我那温家老爹告诉我，确实是安世子带着陈如月去了一趟山庙，回来后陈如月就正常了。这个该死的山魈，借老道之名逆天改命，把自己的妖元吐了一半给一个凡人。我此番去找他，不为别的，此刻他妖气大伤，正是将他收入医妖册的良机。结果在安王府，他一看到我就跳了起来，你不是在京中吗？怎么回来了？赶紧走！山魈看起来与凡人无异，只有我知道他妖力大不如从前了。天助我也！我拿出医妖册，他很没骨气，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，珠子，你不能出尔反尔，说好的休战，说好的让我陪着如月度过这一世，谁跟你说好了？我一脸正气，妖跟妖讲什么信用？现在不收你，难道等将来陈如月死了，你拿回那一半妖元？山魈又气又恼，却又不敢对我恶语相向，苦苦哀求：连江，求你，我只要这世间短短几十载，一切结束后，我自愿入医妖册。我能信他吗？答曰：不能。见我不为所动，山魈又使了一招：连江，你也是爱过人的，当初你师父为你魂魄为引渡身，拼上性命也要救你，我对如月也是如此。我虽是妖，从无害人之心，而我所求的这几十年，对你而言不过是过眼云烟，给我个机会，将来我愿意入医妖册，你若不信，咱们可以歃血为盟。我怀疑自己听错了，他要跟我歃血为盟，但我没有犹豫，随手取过桌上的碗，匕首一划拉，手掌割开，放了半碗妖血给他。妖血是有毒的，
尤其是对另一只妖而言。山魈在我的注视下，长舌撕舔，举起我的血，一饮而尽。我嘴角勾起笑，看他一滴不剩地喝下去，意味深长道：“你这行为跟当初那一心要回家见妻子的商贾一模一样，但愿执念过后，你不会像他一样出尔反尔。”说罢，又补充了一句：“出尔反尔倒也不怕，商贾逃不过，你也逃不过，真有意思，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天意，夺了他的魂魄，竟然也走上了他的老路。”山魈愣了一愣，也不知为何，瞳孔之中闪过一丝恐惧。我很满意，看着他情绪不稳，又给了一记重击，所以我很好奇，你现在到底是一只枭，还是那商贾？很早之前我就在怀疑，当初在尸水河底，五浊和铜将我吃了，我与他融为一体，最终凭借更胜一筹的能力，在意念上完全取代了他。那么山魈呢？怕是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，他现在到底是谁？我在语言上重击了下他，原因无他，纯粹是看不惯他那傻 X 样。若是喜欢上个正常女子，我倒是愿意成人之美。陈如月那种疯批，他竟然用一半妖元治好了他。山魈当然是傻子，他做梦也不会想到，感天动地牺牲自我就治了的陈如月，半年后来找了我。他胆子倒是大，开门见山，直言道：“温清，我知道你不是普通人，你告诉我，怎么才能杀死安重松？”我惊讶了下，你要杀他？为何？陈如月眼中有一闪而过的厌恶，愤恨道：“他纠缠不放，令我恶心透顶。我爹竟还在我意识不清时将我嫁给了他，我要嫁的自然是京中真正的权贵，他一个小小的郡王世子，异想天开，简直做梦。可悲可叹，山魈心心念念要治好的姑娘，醒来之后第一时间嫌弃了他，并一心要杀他。他当然也是尝试过动手杀他的，但他很快意识到他杀不死他，就如同当初他杀不死我一样。陈如月恐惧惊慌，最后化为漫天的恨，不惜求助到了我身上。我当然不会理他，只悠悠地叹了一声：自古多情空余恨，此恨绵绵无绝期。没过多久，陈如月就跑了，又没多久，安王府的世子安重松也失踪了。紧接着，我也离开了赣州，偷摸着去了京城看戏。